花生的主人是谁？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吧，答案打在弹幕上。3、2、1，这次就让大家看看塔学家是怎样推理的。一般你们都是听我说结论，所以争议会比较大。这次就展示一下推理的过程。一般我采用的都是排除法，先把可能的答案列出来，再一个个分析。第一个人物卢恩，作为克拉瑞尔博士的爱人，知名度挺不错，曾经与弗兰茨、埃文斯、亨利博士一起共事。在一次小型回溯实验成功后，被忽悠参加了永恒回溯实验，然后消失在了时间乱流里。这也成了克拉瑞尔记恨海加德的原因，更是出走奈维亚，改造了白金岛作为自己的实验室。所以猜测卢恩是主人也是有可能的，但很遗憾，这个选项是错误的。文案里说艾达星进行第2次回溯，但卢恩的实验发生在第2次回溯之前，也就是大灾变没发生，他人就没了。第二个人物主角身上谜团太多，不受时空回溯的影响，对主角的来历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主角历经无数轮回，只为了拯救艾达星，但这个推测也站不住脚。从时空回溯来看，如果是主角进行回溯，那么回溯的将是整个艾达星，因为元能的回溯是有空间限制的，它能回溯的只是一片固定的空间。目前已知最大的回溯空间就是整个艾达星，还失败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大规模时空回溯成功的先例。第二个原因是花生的反应，他先是错把我们当成了主人，但随后又进行了否定。如果说他的判断是错的，这个安排就没了意义，他已经错过了主人，永远也等不到主人。所以我认为花生的识别系统依旧是好的。这个花生好像也是某个影视作品里的梗。第三个原因是，如果主角真的来自于48年前，那时候艾达之子还没有出现，掌握时空回溯的只有海加德，海加德不可能没人认识。第三个答案是卡尔执行官，埃文斯的上一任执行官，也是一切的始作俑者。他设法说服了亨利博士，哄骗卢恩参加了实验。他想法通过了回溯提案，开启了第2次时空回溯，造成了大灾变，而他却消失了。目前他的去处猜测有3个，第一个就是时空回溯，虽然大灾变发生了，但只有他一个人成功了，这也是为什么花生会有回溯保密协议，卡尔在进行着秘密行动。第二个去处是艾达之子，弗利加一直苦苦追寻的编号968，大灾变的始作俑者。由于他的错误操作，导致发生了大灾变，罪魁祸首就是大灾变，也就是编号968。贤者怎么可能容纳他呢？那你就太小看贤者了。在塔学里，小峰就分析过，贤者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回溯到没有元能的时代，而是回到古文明时期，进行机械进化飞升。这也是夏佐和贤者决裂的原因，其中奈美西斯就是关键钥匙。扯远了，继续回剧情。猜测编号968是卡尔还有2个原因，一个是埃文斯说是艾达之子搞的鬼，968投敌就成了可能。第二个是艾达之子对时空回溯的研究。按剧情里可知，在时空回溯方面属于杰出人才的有弗兰茨、亨利、卡尔、埃文斯、克拉瑞尔、卢恩。艾达之子想要时空技术，贤者必然得从里面的某人得到技术。那么你觉得谁会是真正的卧底呢？卡尔的第3个去处是掠夺者，掠夺者正在进行异化进程的可控实验，而且还偷走了克拉瑞尔的时空装置。掠夺者里面必然也有着极为厉害的技术骨干。那么猎狗帮呢？女王太过摆烂，虽然也想研究先进技术，但只能靠硬抢，苦于没有技术人才。不管卡尔执行官的去向在哪里，结果都只是失踪。他的归来必将是一场腥风血雨。拿好元气，发现里面的异化人已经被猎狗帮灭得七七八八了。猎狗帮竟然也潜入进来了，属实是异化界的耻辱了，一点排面都没有。遗迹就是猎狗帮技术的来源，他们靠抢夺遗迹里的技术资料和避难所据点的物资来提高自己的实力。猎狗帮的机甲来源是大灾变前的工业机器人，对其进行了战斗改造，灭掉机甲后来到终点。按照设定，这里安装的就是反向引擎了，但游戏里改成了奖励的箱子。从遗迹出来后，发现了元能塔的异常。就让一切开始吧。夏佐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要从夏佐的父亲汉克说起。汉克曾是海加德的技术人员，掌管着元能塔的钥匙。艾达之子之所以拼命拉拢夏佐，也是因为钥匙就在夏佐手里，所以元能塔被认为启动就是夏佐的杰作。但贤者欺骗了夏佐，救莎莉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机械改造，还有一种方法剧情里没提出来，都能时空回溯了，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回到莎莉被攻击前呢？所以贤者承诺利用时空回溯来拯救莎莉，这也是为什么夏佐会参与回溯计划的原因。但某位憨憨执行者还把元能塔给关了，夏佐没把人挫骨扬灰已经算心态好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时空回溯还是发生了，只是在这之前夏佐就发现了贤者的欺骗，于是双方决裂了。
另外，莎莉的情况根本等不到时空回溯，不然也不用去找克拉瑞尔了。只是夏佐没想到贤者竟是想用赦免天使夺舍莎莉的身体，最后还是闹掰了。继续回到剧情，我们来到了元能塔上，弗兰茨的对话佐证了我的推测，他是不紧张，但帕尔就不一样了。元能塔关系着避难所的生计，他并不信任海加德。哼，到头来又是海加德，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那套拯救世界的说辞，你知道的。确切的说，他也不相信弗兰茨，反而是相信我们。所以作为星岛避难所的代表，我们被派往了海加德。结果刚到海加德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发现未授权访客，请立即止步，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还好没有枪走火。米娅这时候开启了找人模式。米娅首次进入海加德区域，正前往与其他吉普交换信息。我有跟着米娅跑了一圈，结果发现她是真的能跑。换塔的细节做得很不错，但应该没人像我一样无聊。回到主线，我们找到了第9分区执行者指挥官卡拉玛，这造型 Constellation 实锤了。从他口中得知，海加德元能储存有限，现在多余的都被释放到地表，这也是为什么换塔的辐射浓度等级那么高的原因。注意这句话，他透露了一个很离谱的问题：我们触发幻石是在什么时候？在掠夺者异化变身的时候。事后我们对别人讲起过吗？并没有。那么弗兰茨是怎么发现的？偷窥。当时我们拼命的抵御敌人，弗兰茨却没有出现。没想到居然是躲在一边偷偷观察我们。弗兰茨出现在避难所的原因依旧是个谜。卡拉玛解释了执行者部队的来历，和我们失踪于半年前。按照我们之前的推理，我们失踪的时间是公元2711年11月18日之前。主角听到后明显愣了一下，我怎么突然又有组织了？理解了，海加德缺人了，所以才来认回队员。从卡拉玛的反应，我们能得到2个猜测：第一个，我们失踪的原因他知道，但他故意不说；第二个，我们半年前的行动，以他的权限都看不到具体信息。拜别卡拉玛找到埃文斯，他的反应让我摸不准。老狐狸说话滴水不漏，他让我们先进行全面检测，实际上还是对我们的情况不放心。在正式归队前，你需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测，我们会记录你的身体数据，并为抑制器植入最新的升级模块。抑制器的改造一直都怀疑有没有加了定位系统。不然弗兰茨为什么每次都能找到我？实际上这里的剧情和内测相比是有改动的。内测里玩家最早是拓荒者，在隔离区寻找能量电池，被一生兽袭击，然后被弗利加检视丢到了避难所。我们来到海加德后，因为认可海加德保护世界的说辞，就和憨憨修马一样，所以选择加入了执行者，而且还进行了考验。这场考验就是联合作战里的某个副本，里面还有 NPC 做引导，但考验系统中途被艾达之子入侵了，又被我们给击退了。内测的联合作战和剧情都是有关联的，但在公测后改了一些剧情设定，联合作战就被隔离出来了。这里我们依旧按照公测后的剧情讲解。我们刚做完体检，弗兰茨就来了。这里的对话显然都有些谜语人。弗兰茨，你还好吧？我很好。主角为什么询问弗兰茨好不好？弗兰茨为何像被问住了一样愣在原地？2个人的哑谜是在交流什么？如果给双方增加一下剧情表现，再来看对话就能懂了。此刻刚到的弗兰茨是对我们表现了很夸张的惊讶，这样我们就才会询问你还好吧？而弗兰茨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才会这样停顿。那么弗兰茨究竟在掩饰什么？他又在惊讶什么？惊讶于我们的身份，身为海加德执行者的身份，但幻石报告是他提交的，他之前就猜到我们是执行者了，为什么还惊讶？所以他惊讶的是我们又重新变为了执行者。弗兰茨对我们半年前的行动是知情人士，所以才会问埃文斯有没有把事情都告诉我们。埃文斯老奸巨猾，主动讲出来了，在我们的抑制器里发现了病毒代码，这里的行为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我是长官，检测到了主角携带病毒代码，要么选择把人抓起来审问，要么选择隐瞒下来暗地里调查，但埃文斯却当着我们的面说出来，实际上也是在试探我们知不知情。可惜憨憨主角啥也不知道，但这次事件却引起了弗兰茨的怀疑。看看后面他的骚操作，半年前的事没交代明白，对主角的考验马上就来了。如果主角是卧底，会是谁的卧底？肯定是艾达之子啊！所以接下来就派我们找出海加德的艾达之子卧底。不得不说，这一手是真的高。如果我们真是艾达之子的人，必然不会出卖同伴。内测里找出的卧底很多，公测只用找一个就行了。伊森，6年前的维护工程师，也就是公元2706年加入的海加德。不过更令我好奇的是弗兰茨的情报来源，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弗兰茨的人脉依旧是谜。拟态世界这个系统有点超前，但是推测只能在海加德内部使用。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录像回放。我没想到第一天的剧情居然都做了4期解读了，还没有讲完。可能是拓展讲的有些多，大家是喜欢流程解说呢，还是深度拓展呢？拓展的话对剧情不了解，可能会听得云里雾里，但这些确实都是幻塔里能找到的剧情。
本期就到这里吧，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